大家好，今天你把自己做到完美了吗？因为王太今天要拉着我聊一个话题啊，其实要讲什么，我们会导向到哪里，我都不是很清楚。我们大概可能就叫它放下完美吧，我们就不要这么追求完美。好，那么你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什么，我要请王太来讲讲碰到什么事情，怎么做的，为什么特别的有感触呢？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嘛，一早起来6点多，然后走到厨房一看，哇塞，这个里面全是没有洗，你们吃下来的这个碗，还有我昨天自己晚上回来吃夜宵留下来的脏碗，然后又走到了客厅里面的另外一个洗手台，发现里面也是有很多东西堆在那里，然后接下来就是好多衣服没有洗。再走到浴室里面，看见浴室地上也是乱七八糟，那一下子就火蹭的上来了，你知道吗？就如果按照我以前的性格，肯定是要把你们两个拖起来，是吧？在家里怎么什么事情都不做啊？对，我心想啊，你可能不了解你自己啊，我可以说说看，你如果按照以前你会是怎样去做的？好，你先是紧皱着眉头，然后呢，身体有点僵直，感觉到这个气压很低，然后呢。会厉声的把我们先叫起来啊，先就这个事情啊，你说哎，怎么什么事情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赶紧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战争就开始扩大化，又会说以前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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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心情上怎么不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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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狡辩，然后哒，这样就差不多要2个小时一个 session 才可以结束，就会是这样的。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每个家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吧，我们也不怕把这个说出来，因为我们频道的使命就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他人一厢生活的勇气，幸福生活就不能发脾气，对吧？好，王太接着来。对，然后一看这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看就一瞬间是想怪怎么你们这2个人怎么能够懒成这样子？为什么你们能够接受这些凌乱？然后接着走到卫生浴室间，我就往地上看，因为地上乱糟糟的，我就仔细看，发现大部分都是我的长头发，因为咱家里面掉头发跟长头发这么长的就我没可能吧，对吧？对，后来就想，那其实我也没有做好，然后再走到厨房洗手池里面去看到说，有一些碗筷什么是我昨天留下来的，那我自己也没做。我压根都不知道你们还会产生碗筷啊，晚上还吃东西啦。因为我一般呢是午饭晚饭之后都会把餐具洗了，然后我们晚上出去了嘛，我们出去办周五快闪盛宴的事情，回来以后我就到床边开始准备看看书睡觉了，对吧？辩解。我就第2个想法就在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去责备他们？因为我在想，我责备你们的时候，我可能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我就发现我自己心里面的内心的这个台词是看我昨天在厨房里面忙一天了，从早忙到晚，回来已经90点钟了我这么累。然后你看今天早上起来，我又是6点多起来，我就要给你们理厨房，怎么你们把我当老妈子了吗？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并不是你们把我当老妈子，而是我把我自己当老妈子了。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就有这样一个很强的这个 urge， 就是内心的 urge 召唤，让我要去把这些碗筷都收好，把那个洗手间的这些地面都清理清楚，把没有洗的衣服都全部都洗好挂起来。我发现好像就是因为我让我自己成为一个 problem solver，所以我就感觉到了这无尽的这个烦恼。这个是一点。然后第2点呢，我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昨天忙的事情不是你自己要忙的吗？这不是你自己选择吗？因为你自己想做厨师嘛，对吧？这不是你在做你爱做的事情，怎么又会产生说抱怨说你看我这么辛苦，这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辛苦的话，也不是别人把你 push 到这个境地的嘛。我这样去怪你们2个人什么事情都没做，这真的是 nonsense。鼓掌，我真的要为你鼓掌。为什么？因为不是说我和 Wilson 做的对，因为我们当然应该坚持做家务，应该继续分担更多，也应该去询问每个家庭成员对方还需要什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是你看
每个人的思想会有一个怪圈。以前即便我们结婚都这么久了，都快20年了，然后我们的争吵也很多，即便你也说你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每一次都有反思提升，但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感受到你真正的从内观察觉到自己，然后发现到原因，还能够完全的去破解整个你思想的一个链路。我觉得这是你第一次，即便我们在说是没有用的很多次，然后我有的时候是写下来，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多了，我就在脑子里面想这个问题。是 spontaneous 类的，我至少知道的是第一次。你马上产生这个想法完成，不是说事后写，你有没有发现你也很难对自己真正的那一刻的情绪，然后真正的触动自己。包括你跟我讲，我虽然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也一起看过很多书，但你刚在讲的这个过程中，对我也是有启发的。什么启发呢？我就发现原来这个烦恼就是来自于你坚守的价值观和你现在发生的现实的一个冲突。蛮好的，看来我是要跟你 communicate。我以前写了对吧，快半本的这种 journal， 而且我不是事后写就是在要感觉自己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就会想我到底是哪些负面情绪，我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挺有用的。然后我现在只是不再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太费时间了，然后不能立刻制止你的这个负面情绪，所以我就在脑海里面就是无字的书写。mind reading。这很好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而且我也给 AI 以后就要直接问一下 AI， 我觉得他们肯定比我们更清楚。但人的情绪确实是很难就是说自己把它给控制住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们不能说我要像圣人一样每时每刻都要心如止水，都要完全不对身边的事情不以己悲不以物喜。我觉得我们肯定做不到，任何人都做不到。但是有一个这种恢复的能力这种 resilience， 这种反脆弱的能力，应该都是我们追求的本人当然就是，然后第三个我就立刻在想了，我今天早上6点钟起来，我为什么要那么早起来？对吧？我就想，我这不是想好了吗？要给小朋友做饭，然后要给你做饭，然后还要盘一盘今天去厨房里面做的事情。我就想，我要是跟你们两个把你们拖起来骂你们一通，或者说我完全就把这个时间浪费在收拾残局的话，我这几个事情都做不了了。所以我就立刻决定说，我今天早上6点起来的目的，我先把它干掉，然后先给小孩做了早饭，给你做了早饭，然后我自己把今天要去忙的事情全部都弄好，然后接下来去学校开会了，然后还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把一些事情家务活 delegate 给你了，比如说我只负责把脏衣到洗衣机里面去，再次鼓掌。我说老王，你帮我把这个东西洗掉。对。然后第二个呢，因为我忙着要赶早饭，然后做好早饭，我那个稍微收拾一下自己，因为9点钟要去学校，我要去主持一个会议，对吧？然后我说你把我送回去，因为走路的话我怕自己这个仪容仪表会非常不好。我就做了2个 delegation 的事情，然后第3个做早饭的时候看到 Wilson 坐下来，我就跟他坐下来看他吃了1-2分钟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还是挺舒畅的，就是问问他你对我做的这个食品的 feedback 是什么，还是进行了一个很正常的 carol talk， 跟小朋友又告别，然后跟他说 have a nice day， 他也跟我说 have a nice day。我就发现这一天也没有因为早上这乱七八糟的这些 mess up 的事情，然后就让我整个心情破坏。我发现我是有能力让自己这一天过的是从一个 fresh start 开始的，对，就感觉很好。王太的潜台词是不然就会一天心情不好，或者几天心情不好，关键还要把你们搞得心情不好。那么然后是家里面的烂糟的这个一摊子破事儿也没有人弄。更严重的是有可能是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几周几个月甚至于长时间的让它变成一个积怨，大家没有去分析这个事情，这个伤疤下面到底是什么细菌真菌感染引起的，它那个问题点就还是在那里嘛。所以我为什么刚才也要为你鼓掌呢？是因为你的行为也实际的就是后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嘛，是吗？对的，就你刚刚讲的，你换了一种做事的方法。你想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悲剧，有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悲剧，正是在于大家内心想法不一样，然后呢还不一定互相都是有善意的。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想讲就是说，家人之间应该保留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或者说有这个底线才叫家人，就是互相是善意的。你比如说我早上其实也5点多就醒了，可是为什么我今天我没有去书房，我也没有在这里来打扰到你呢？因为你早上在书房这里，是因为我想昨天晚上你在准备快闪盛宴，你挺累的，我今天呢就在外面自己就先看看书，所以我也改变了今天的行为习惯。
啊，不然我们就很有可能，你看每次吵架，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很委屈的，都觉得是对方没有理解你，都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就陷入这种怪圈，其实大可不必，对吧？如果大家认可家人的底线是一定是互相为善，我就说了，国家与国家不一定是这样的，人与人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但如果家人是这样的话，那这些问题就很好解决。对啊，我都在更深，就是在深层次的看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我可能以前有一些迷思是说，我自己的快乐是要建筑在别人配合我，然后合力营造一个快乐氛围才可以。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说，你其实只要把自己的快乐掌握好就可以了。那我的核心问题是，今天早上我6点起来已经定好的目标，我要把它完成。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家里面脏乱差。但是脏乱差嘛，本来就家庭成员，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对吧？我干嘛要干死干活把自己干死？我当然是要 delegate， 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你们的卫生习惯的问题，我们2个可以再找合适的时间跟 Wilson 我们3个人再一起坐下来聊一下，对吧？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不要麻烦别人就可以了。对对对，再说这个案例下，你们俩自己晚上有加餐了，这个水斗里一塌糊涂的，我咋知道呢？对，那你可以负责收拾嘛，对吧？我都睡觉了呀。早上起来可以主动一点收拾一下。对，每个人呢，就是经常有时候跟你们就是讲家务的这个事情，我发现说你们2个人的借口，也不是说借口，就或者说你们的反馈就说，我不知道呀，你没跟我说这个要我弄呀。那我觉得那挺好的，你们既然反馈出来，以后我就经常让你们知道我对卫生整洁是这个要求，你能不能帮我做到，对吧？对，你自个儿的事情，你帮我这个自个儿就屁股就擦干净，也不用让妈妈做。刚才我拍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刚讲的，我们其实也讲了10几年了，就每个人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大家的本心是向善的，是希望互相帮助的。你只要讲出来，别人是愿意去做，我觉得就 OK。其实 Wilson 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他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也是暴露出来一样的这样的想法，但是你似乎没有接受到，你还是以你当时的想法。心境，当时的是喜悦还是愤怒来判定别人，来去决定是否发脾气。可是你看，你今天就决定了说，那我就真的让你去做看。我其实也是 happily 去做了，对不对？我放下一些东西去做了，然后回来再吃，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心里有波动，或者因此感到怎么样不开心。所以就说你可以大胆的讲出你想要别人去做的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可以说出来的。然后我其实最后就是我分析到为什么说我总觉得家人要做的 proactive， 还不是 active 啊，叫 proactive 的，我才会感到说，这是他们的本分。因为想到我自己，因为小时候的处于的一个环境，就是莫名其妙家里面的长辈就会对着你，因为很小的事情不是你的过错，他就会指责你。我可能就养成了所谓叫见貌变色，也就是所谓的英语里面的 proactive。很多事情是他们没有想到让我做的，我就把它先去做掉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有这个能力，你们也应该有这个能力，你们要有这个本事去 read my mind， 你知道吗？就把我的这种很奇怪的这种 ability，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引以为傲的 ability， 强加在你们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我等于是把自己受的这个创伤让你们再受一遍，我有什么权利呢？那你们说你们不知道的话，然后我觉得我也不希望你们养成能够预知我想要你们做什么，或者你们在家务事情上变成非常的 proactive。我觉得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就可以了。我甚至不觉得完全是 proactive 的问题，因为大家只要共享一样的愿景，大家都会想到的时候为家庭去做一点，只是方式不一样，对吧？比如说你讲的家务是指用手和脚花费这个有氧运动来为家里完成。那我像比如说我每天这么早起来，每天要忙很多，比上班还要忙，也不是说是为了自己玩，对吧？或者和别人去聊天。纯粹的杀时间，也在为家庭做事情。那么大家的方式不一样。proactive 不是说只想到某一个人的心里去，因为他的行为习惯和要求你去做，这个叫 proactive。那么其实这也是非常窄义的去讨好别人的一种。只要大家就围着那个人就是转嘛，这个就不对了嘛，这不是也就是不平等。这个就是皇权政治了。那我们是要共有共治，对吧？我们是一个共和制。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然后就是你想一下，就是我对家里面的整洁程度还有清洁程度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一种强迫症？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有。我觉得是，你要求好高。我就说有的时候是没有这样一个必要，因为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说那种样子的高标准的卫生洁净生活是一个 must have 选项，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 nice to have， 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个家里面的一些，比如讲说这个
我说我自己，我做完菜，这个台面上面很多油渍，我就在想，我如果一天只擦一次，和我每顿饭，因为我早上有的时候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做，和每顿做完就擦一次，如果说我可以一天只做一次的话，我那2次不用做的时间，我就可以省下来做别的事情，对不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哪次说家里面的洁净程度维护那么高干什么？又没有我老爸来检查，也没有什么市容检查团来检查到我家里面，不干净又怎么样？我自己能够接受，我发现不能接受的人是我自己，是小丑定是我自己。也没有，就是你讲的确实跟我们每一代人受的教育在影响了我们价值观。回到开头我们讲价值观冲突了吗？是有关系的。比如你讲的，在你爸身上，他要求更严格，大家知道。比如说像他爸，可能做完饭啊，那其他人坐下来吃了，他都不会先加入你吃饭，他先要把所有的碗都洗掉，可不是把台面擦干净，是把碗都洗掉放好，刀全部洗好擦好，然后才来加入你们。这个时候别人都已经吃完了。然后每次叫他来一起吃，他不愿意。那王太已经好一点了，说，哎，我们吃完，我们这一顿就把这一顿收了。其实我一直有个概念，我就说我们以事实为标准，只要说不会生虫啊，或者太过自己看不下去，那我的饭碗可以把它整理，就是规整到一起啊。这个你刚讲的台面两次一起擦，那么不是会节省好多时间嘛，对吧？咱们现在又没洗碗机，这时间省下来。而事实上，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我花在家务的事情上面确实少了，是因为其他的事情啊确实变多了，我们的投资啊，做 YouTube 啊，现在还有 OKOK，真的就是说挺忙的。所以我在想，就是有时候是一个重要度的排序，如果你时间多才会去做了。而且要配上就是你做哪些事情是真的让你产生快乐。比如说你刚说你忙的这些什么投资OKOK的事情，你是忙的开心的，那就应该把时间投入到那些事情上。那做家务这个时间它是耗时，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做那个家务的，对吧？那对我来讲的话，我最讨厌做家务。现在目前的这一环就是这个清理水斗里面的厨余垃圾。OK， 想明白了，接下来我就要去自己出钱去装厨余垃圾粉碎，继续装回来。我们上海用的很好，在这边的话。我去查一下法律法规，到底能不能装，我把它装起来，我觉得可以很大的提升我的幸福度。确实啊，每天可以少换很多次去擦弄啊，这个挺油腻的，很脏。然后可能接下来下一步就是买个洗碗机，我觉得这个钱都是值得的。那我就应该把时间花入到就是去买这2个东西的这个产生这个愉悦钱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这下子就是这样用完我们也不用抠抠缩缩的，很怕的，对吧？对。然后大油腻的东西，有时候那些锅碗瓢盆都不敢去用，就是洗起来很麻烦，还得烧一壶热水啊去洗。我们比如说我们是租的房子，那我们简单一点，买个台面上的这种，因为我们就发挥地方大的特点嘛。对。哎，这个解决了。对啊，这聊聊挺好的。钱能够解决的事情，最后你发现说，如果是以牺牲家庭的这个幸福程度为代价，然后去吵的话，真不值得。哎，所以我们放下完美啊，是放下一个人心里的价值观与现实冲突造成的那种执着。可是呢，我们不要放下的是为了家人这个共同愿景之下的这样的一种完美啊。跟王太聊一聊，还是很有收获的，对我也有启发。谢谢现场的啊，现场吵架，现场聊。好的，我要去厨房了，拜拜。好，我们为大家周五准备啊，也希望大家呢把厨房收拾的美美的、漂漂亮亮的，这样呢就可以到我们的 OKOK 官网来看一看，选购你喜欢的东西。拜拜。妹妹，我想更正一下，厨房就看得过去就可以了，家务糊弄一下就可以了。大家把这个事情享受到自己爱做的事情上，对，花在美食上，来看看吧。拜拜。